读读累了可以调剂一下。那个老嬷嬷给我做了检查，她说我的身子只是与寻常男子略有不同，不是什么不治之重。她给我开了方子，还教我按压穴位。这个月的腹痛比从前轻了许多。16年了，我终于知道自己不是怪物。我说过，殿下从来不是怪物。这世上最可怕的不是身体的差异，而是因为差异而被异化的心。殿下心里装着的是妹妹，是父皇，这是大钱的子民，那就比大多数人都更像一个真正的人。裴慈静，你说话怎么总是这么奇怪，但好像又有点道理，臣就当是夸奖了。娘子，这面玉牌明天你帮我收好。这面玉牌明天你帮我收好，不到万不得已，我不想用它。相公怕欠太多人情。不是，我是怕哪天真的要用它的时候，就意味着出大事了。妾身宁愿永远用不上它，只要相公和这个家平平安安。妹夫，你看看这个，近期的盗窃案，失窃的数量极大，地点分散，失窃的都是同种医药材。这是什么药？乌头，大量使用可致人死亡，少量可入药止痛，但如果用量不当，就是毒。裴平氏，沈大人，不好了！宫中传来消息，九皇子殿下今晨突然病发，太医医院紧急会诊，情况不太乐观。有人要他的命！你怎么来了？殿下给我的可以随时入宫。殿下这症状从来没见过，脉象紊乱，忽快忽慢，像是中毒，又查不出是何种。殿下平日服用的药丸还有残留吗？药是谁开的？老臣开的方子，但绝无乌头，老臣以人头担保。药是在制衣时掺的，太医院谁负责制成药丸？赵大人在吃完时加了东西，他说敢说出去，杀我全家。赵大人，赵文焕云阳郡城陈启明内装密室案后，他调任回京，进了太医院药局。陈启明显然收了赵文焕的贿赂，那封弹劾信是假的。陈启明用假弹劾来让赵文焕持续行贿。后来陈启明因为别的事情想不开，伪装成密室他杀嫁祸给赵文焕。赵文焕被关了几个月，证据不足获释，但仕途尽废，他在牢里就疯了。出狱后只想报复陈启明，报复大理寺，报复所有让他蒙冤的人，报复所有让他蒙冤的人。立刻封锁太医院所有出入口，逮捕药局所有当值人员，全城搜捕赵文卓，任何人不得徇私枉法，违令者斩。你们来晚了，那药已经给九皇子服了半年，半年啊！乌头已经渗入了他的骨髓，就算你们救了我，他也活不成。我本来是想毒死大理寺卿裴知县，但他不喝药。后来听说九皇子每月服药，我就想毒死一个皇子。朝廷是不是会彻查？一查就会查出陈其明干的那些诛盗，就会还我一个清白。你说欠我人情，我说不用还，但你不能再欠我了，因为如果你死了，我找谁要债去？丁，点数增加。吃瓜。裴子敬，你又救了我一次。是啊，你又欠我一份人情，这债力滚路，殿下这辈子怕是还不完了。殿下这辈子怕是还不完了。
裴警官，本店欠你一条命，改日必还。殿下好好养着就行，那丹药贵着呢，别浪费了。九皇子刚被找回来，就有人盯上我了，动作够快的。回来了，受伤了没有？没有，九皇子已经醒了，命保住了。那你怎么去了这么久？元宝说你申时入的宫，这都亥时了。出了点沈情况，有人跟踪我，我绕了路。跟踪？什么人？没看清，宫里穿侍卫衣服的人，手手不上，步伐像练家子，甩掉他就完了，没追。怎么了？有话直说。相公，有件事妾身想等你回来再说。妾身有了2个月了。你说什么？妾身说你要当爹了。妾身说你要当爹了。真的？你确定？大夫看过了。大夫看过了，脉象滑如圆珠，错不了。娘也知道了，高兴的今天多吃了2碗饭。相公，坐下，妾身又没生病。娘子，你真是我这辈子碰到最好的事，比中帝师还好，比破案还好。相公，妾身还有一件事要与你说。今天下午有人从院墙外面丢进来的，银庆捡到的，当时没看见是谁。暗香？什么暗香？是个人还是个东西？妾身也不知道，但送信的人特意翻墙来去，又不露面，说明这个人知道些什么，但不能公开说。赵文焕只是个渠子，他供出的一切都指向太医院药房，但幕后主使是谁，他根本不知道。现在又冒出个是暗香，赵文焕背后的人和这个西安香也许是一回事。今天有人跟踪我，有人给你送警告信，这2件事错在同一天，不是巧合。九皇子被毒的事比我们想的要深。相公，妾身和孩子都等你平安回家，案子要活着翻着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梅大人说了，旧案积压太多，让你先清理这批，10日内审解，完不成的自己跟大人交代。这么多，上一个推官跑路了，上一个推官置身了，压了2年的旧案全甩给你，你慢慢受着吧。谁让你是新来的？怎么了？你看过这个案子没有？工部侍郎郑怀远灭门案。没有，怎么了？10年前的案子，郑怀远全家17口，一夜之间全部生杀，包括3个幼童。当时的结案公文写的是前朝余孽行凶，凶手已伏法。前朝余孽10年前确实闹过一阵，这个说法不稀奇，有什么问题？你看这里，凶器是刀，现场留了3把，但武功验尸录上写的是致命伤为剑伤，一剑封喉，刀和剑对不上。再看这里，3个证人的口供措辞几乎一模一样，像是照着同一段话抄的。还有这里，主审官只用了3天就结案，3天17条人命。你是说这案子有人草草了结，故意压下去？不只是压下去，你看卷宗最后一页的签押，当时的胸部侍郎张世安、大理寺丞周启文这2个人，一个5年前暴病身亡，一个4年前告老还乡后查无口讯，经手的人都不在了，所以这案子不是破不掉。经手的人都不在了，所以这案子不是破不掉，是不让破。5个证人，我查查他们现在在哪儿。证人现状，找到的人2个病鬼，一个外迁失联，一个出家为僧，还有一个叫孙振的，是郑怀远家的老部。灭门那晚他外出采买，逃过一枪，后来回了老家，住在城南义庄巷。那就是唯一还能找到的人了。要不要现在去？来不及了，先约明天。但这案子我必须查。老仆暗香会不会有什么关联？听说2少奶奶有了侍奉，老夫人高兴得很。今天一大早就让人去城南药铺买了上等安胎药，还嘱咐厨房每日加1道燕窝。知道了，下去吧。前世吃了多少药了？这一世还是这样，不管我怎么选，那个孩子的位置好像永远轮不到我。去请方姨娘来，就说我有话跟她说。姨娘，夫人说了，您不能随便见客。方姨娘是我生母，算什么客？算什么客？玉儿，你瘦了，吃得够不够？丫鬟们有没有怠慢你？娘，我没事，我找你来是想让你帮我打听一件事。什么事？沈家那边，我姐姐有了身孕，你知道吗？听说了，你父亲前2天还让人送了安胎药过来。我想知道她什么时候生产，日常都做些什么。
有没有什么不方便的地方？月儿，你姨娘，别想歪了，我不是要害他，我只是想知道，如果我将来也有了孩子，他会不会像挤兑我一样挤兑我的孩子？好，娘帮你留意，但你不能做傻事。你现在已经是妾室了，再出什么差错，连这偏园都住不成。放心，娘，我现在只想活着。月事刚过3天，没有孩子，什么都没有，前世到死我都没有，这一世难道也一样？不，一定有办法，一定有。5名证人，死了2个，失踪1个，出家1个，只剩一个老仆孙福还活着。我明天去找他。仵作记录和凶器矛盾。我明天去找他。仵作记录和凶器矛盾，说明当时验尸的人要么被收买了，要么根本没仔细验。3个证人说辞一样，像是被教过该说什么。这个案子从一开始就有人在操控。操控者是谁？10年前有这个能力让刑部和大理江同时闭嘴的，不是一般人。妾身明天跟裴妾约了去永宁侯府赴宴，户部尚书郑明远的夫人也会去。妾身试试看能不能听到些什么。你有了身份，还跑那些场合？相公，才2个多月，而我心在这些人堆里才有用，他们心里想的比嘴上说的多100倍。那你注意身子，累了就回来，别硬撑。还有一件事，卷上写的前朝余孽，具体指哪个？前朝覆灭后，残党确实闹过几年，但10年前已经差不多扫清了，偏偏这个时候用这个走走。所以要么是真有前朝余芒，但被当成了挡箭牌，要么根本就是编的，用来堵住所有人的嘴。不管是哪种，这个案子的水很深。相公，你查的时候小心。知道了，娘子，你每回都这句。因为每回都有用。你每回都这句。因为每回都有用。二公子，这地方也太……闭嘴，跟紧。你是谁？晚配裴慈京，大理司的，来问您一些旧事，关于郑怀栋郑大人的。你问那个做什么？都10年了，10年了，也没人替郑大人一家讨个公道。孙伯，当年的案子结得太快了，有些事不对，您知道的，对不对？不知道，我不签，我也要死。谁让你签的？他们是谁？不能说，说了他们还在。孙伯，我已经知道了暗香这2个字，我只是想知道更多。你怎么知道的？谁告诉你的？暗香，暗香！孙伯，别激动。暗香不是一个人，是一个组织。孙伯，郑大人发现了什么？暗香。二公子，他也走了。他说了，暗香不是一个名字，是一个组织。郑护元发现了这个组织，所以才会那样。那封遗明信上写的果然是真的。孙伯，我知道了，我会查下去。刘廷芳、陈泽安、何树、张伯良、林仲秋5个人的死法各有不同，可全都跟明远扯上关系。你说邪门不邪门？邪门的事见多了就不邪门了。你先把每个人死前最后1个月的行踪列出来，我来帮你对。刘廷芳暴病那天，家里请过大夫，说是心脉骤挡，可他前1天还在城东酒楼跟人喝酒，精神好得很。城东酒楼？怎么了？我那天去永宁侯府赴宴，在花厅外碰到过刘夫人，她当时心里的念头，老爷死前3天，有个姓陆的来送过1包茶叶，他喝完就开始犯心痛，我不该贪了那几两银子的茶叶钱。姓陆的，陆平。他心里没想名字，只想到姓陆的。茶叶里掺了毒，跟赵文焕一个套路，把毒混进日常吃食里，日渐越来，发作时跟暴病一模一样。第2个人呢？陈泽安落水。他不会游泳，那天是去湖边赴约，船夫说是他自己失足。花朝宴上，坐在孙夫人旁边的陈夫人，她心里闪过一个念头：陈夫人那天本不想出门的，是有人送了张帖，说有故人在湖边茶楼等她，她走了之后就再也没回来。天子，谁送的？陈夫人不知道，但她在心里嘀咕了一句：又是那个陆姓商人，每次有人出事，他都在场。5条命1根线，陆平是赵明渊养的清道夫，专门替他除掉挡路的人。还有何兆饮酒过量而亡那个，他酒量很好，怎么会饮酒过量？何夫人那天也在宴上，她心里一直在，明明是那杯酒有问题，偏说我家老爷贪杯，那个姓陆的敢做则酒，他哪敢不喝？又是陆平敬的酒。
对，他不是主谋，他只是那个递刀的人，真正握刀的是郑明远。欢儿，你帮了我大忙了。光看正宗，我顶多猜出陆平有嫌疑，但你听到的这些，刘夫人心虚的茶位，陈夫人记起的帖子，何夫人认定有问题的酒，每一条都是旁证。旁证够了？不够，但拼在一起，方向就清楚了。我要做是把陆平和郑明远之间的线抓在手里，拿到铁证。丁，疑点是3+1500。拿到铁证。丁，疑点是3+1500。检测到宿主与他心通10手者协同配合，吃瓜效率提升50%。吃瓜效率提升50%，你搁这儿跟我搞气药考梨呢？系统说什么了？那意思是你负责找瓜，我负责切瓜。你还负责挑籽儿呢？谁家吃瓜连籽都挑？裴慈静，说正事。好好好，说正事。吃瓜系统加他心通，确实比我自己一个人干强太多了。你听来的信息经过系统认证就是实锤，我查到的线索经你验证就是铁证，这套组合拳郑明远扛不住。但你不觉得奇怪吗？你的系统和我的他心通，一个是吃你的，一个是听心的，怎么会这么巧配合得这么好？你这么一说，确实有点细思极恐。不过眼下先不讲这个，先把他查了再说。张伯良上吊自尽，一字迹不符，你之前说可能是伪造的。对，我对比过他生前的字迹，落笔习惯完全不一样。张伯良的妻子，我上次在城隍庙见过他，老爷绝不会自己了结。那封信不是他写的，可是那个送信的人是谁？送信的人是陆平，他假传书信把张伯涵交出来，再伪造遗书。裴慈就5个人死了3年了，没人替他们说话，你真的要管？不管谁管，大理寺翻旧案是我的活，5条人命摆在这儿，我不能装作没看见。郑明远是国舅，国舅也是人，杀人就得偿罪。好，那我继续帮你听。但你要答应我一件事，只听不冒险。你肚子里的那位可经不起折腾。才3个月，离折腾还远着呢。远着呢也不行。从今天起，你在家呢，出去吃宴席也听，但不许主动去找人听，更不许，绝对不准让人发现你能听人声。知道了，你越来越啰嗦了。你昨天去找孙福，人已经死了。死在我面前，做回来是1万次暗香。他说暗香不名字，是一个组织。郑怀元发现了这个组织，所以被灭门。你确定不是老人临死前的邓宇？他清醒得很，而且有人在我之前就去过那间屋子。我检查了孙福的药碗，里面的药渣被人动过，原本治咳的药里粘了慢性毒，就算我不去，他也活不过3天。那就是说，有人一直在监视他，他也活不过3天。那就是说，有人一直在监视他，发现你要去，就提前下了手。是，所以对方知道我在查这个案子，而且动作比我快。当年的5个证人，我再查一遍，2个病故的，我去调了他们的死亡记录，都是同一个大夫开的死亡证明，叫做有才。此人在第5个证人出家之后，也病卒了。连环灭口，还不确定，但这个胡有才的死和怀怀案前后只差4个月，太巧了。我还要查那个出家的证人，法号叫什么，在哪个寺庙，我帮你查。还有一件事，你昨天去找孙福的事，不知怎么传到了江大人耳朵里。江大人今天早上叫我去，让我转告你，郑怀元案的战踪不许再看了。美大人说的，他的原话是旧案已结，大理寺当以今案为重，推判若有余力，可多审几桩积案。我听他的意思，不是不让你查，是有人给他施了压。谁施的压？他没说，但你想想，能让大理寺期都退让的人，这个层级至少是3品以上，至少是3品以上。你说有要紧事，什么事？10年前工部侍郎郑焕元灭门案，知道？怎么了？案子有问题，凶器和致命伤对不上，证人措辞模同3天，经手官员要么死了，要么失踪。我昨天找到了唯一还活着的证人，一个叫孙福的老仵作，死了。殿下也猜到了。10年前那桩案子，我在宫中听闻过一些。当时父皇震怒，命刑部和大理寺限期破案。父皇虽然不满，但那时候刚登基不久，朝局未稳，只能接受这个结果。殿下是说先帝的时候？不是，是父皇登基第3年。那时候朝堂上有些人比现在更有权势，却远之之所以被灭门，是因为他上了一份密折，参了某个人。参谁？不知道。那份密折从入宫到现在就再也没出现过。但有一件事我可以告诉你，当年郑怀远案之后不久，有人向父皇请旨，此案不许重查。父
父皇准了，谁请的旨？当时的内阁首辅陆卫之，此人8年前已病故。当时的内阁首辅陆卫之，此人8年前已病故。内阁首辅请旨不许延长，他跟郑怀海的死有什么关系？我不知道，但陆烈之走后，他的门生故狱遍布何方，势力至今未消。你查这个案子，某些人不想被翻出来的旧案，他们压下案件只是第一步，下一步就是我。所以你小心，我的人在北运，京中帮不了你太多。但如果你查到关键证据，直接来找我，不要走公文，不要经任何人的手。多谢殿下。裴翠静，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的话吗？哪句？我说过，朝政不是书本上的道理，是人与人之间的博弈。你现在明白了。陆挺之，内阁首辅，10年前不许延产，暗想这盘棋到底下了多少年？姨娘，方姨娘让人递了话出来，二少奶奶这些日子在养胎，每天早晚都会到花园里散步，用的是侯府厨房送来的安胎药，厨房的张婆子负责熬药。张魔子，她是什么来路？在厨房干了10来年了，手艺不错，侯夫人信得过。10来年，信得过。侯夫人信得过。10来年，信得过。春杏，你去厨房找张婆子，告诉她我这里有几两碎银子，想给二少奶奶添一副安胎的补药，就说是我几妹妹的心意。我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，药里什么都不用加，我只是想让她知道我在看着，让她每次熬药的时候都会想起我来。是，去吧，药里什么都不许加。我还没蠢到那个地步，我只需要她慌了神才会露出破绽。沈凌欢就是因为慌了，这一世我要让她心慌。张婆子，我们姨姐说了，想给二少奶奶的安胎药里献一味补药。什么补药？姨姐说她不懂药理，让婆婆看着添就行，只要温和补补的，不伤胎的就好。行，我知道了。算了，加了也就加了，补药又不伤人。至于那姨娘打的什么主意，关我什么事？这药跟昨天的不太一样。关我什么事？这药跟昨天的不太一样，多了一味药气，很淡。少奶奶，要不要先别声张，去把娘请来？这是多了当归，虽然是温和的补药，但你现在是头3个月，当归活血，不能乱加。娘，药是厨房张婆子熬的，我今天想请娘亲去厨房看看。你是有人在药上做了手脚？还不好说，但有人特意往我的药里加了东西，不管加的是补药还是毒药，都得查清楚。张婆子，今天二少奶奶的安胎药里多了当归，谁让你加的？二夫人去请姨娘，她让人送了几两银子来，说给二少奶奶的药里添味补药。沈凌月，她一个进府的妾室，居然把手伸到了我儿媳的药碗里！二夫人饶命，奴婢该死，奴婢只是觉得补药不伤人。不伤人？当归活血，头3个月的孕妇碰都不能碰。你是干了10来年的老人了，这都不知道？奴婢糊涂。张婆子，起来吧。药里确实没有毒，我验过了，但这件事我必须告诉侯夫人。少奶奶饶命！我不怪你，必须告诉侯夫人。少奶奶饶命！我不怪你，但你要把今天的事原原本本告诉侯夫人。谁找你的？给了多少银子？说了什么话？一个字都不许漏。娘，先别急，他加的是补药，不是毒药。他知道毒药一查就出来，补药伤人于无形，但他选的补药偏偏是当归。要么他不懂药理，要么什么？要么他根本不是想害我，只是在试探，看我身边的人有没有防备。这个女人。娘，这件事交给侯夫人处理，我没事。裴慈玲，下来，你的信到了。就一个恩，家里来信你连表情都没有。没什么好说的，他们好就行。今天巡逻你带第3队往北边那片林子走，侍卫说林子里有异，可能是胡人的戏兵。收到。小心，别像上次一样逞强，你才来了3个月，不是3个月的老兵。苏昭月，你是不是关心我？我关心的是第3队的人命，你死了不要紧，别拉别人垫胚。我关心的是第3队的人命，你死了不要紧，别拉别人垫胚。
火还温的，人走不久，分2队往北追。会说汉话吗？会说一点。你潜入这边做什么？探军情。给他吃喝，不要打。去请苏将军来审。问出来了，他是胡人第3部的斥候，但这次来不是为了探军情，他是来跟京城的人接头的。京城的人？谁？他不知道具体是谁，但他带着一封密信，信上画了一个标记，一朵花。他只知道了京城拿着这个标记找暗香。暗香？你听说过？没有，但我二弟在大理寺，如果京城有这么个东西，他迟早会碰到。那得赶紧通知他。我来写信。二公子，北婚来信了，加急的。弟，抓获胡人细作一人，沈交际为代号暗香，速查。凶辞镜。不是巧合，凶辞镜。不是巧合，北间的细作，京城的灭门案，我的匿名信全指向同一个东西。暗香，到底是多大的组织？贝马，我现在去云隐寺。二公子，这都子时了，那个证人可能也活不了多久了，再晚一步，又是一个灭口。施主来的不巧，慧明师傅他昨夜圆寂了。圆寂？怎么圆寂的？师傅年事已高，近日一直咳嗽，昨夜打坐时忽然吐了血，就去了。施主不可！又是慢性毒，跟孙福一样，有人在他的药里动了手脚。香囊碎片，带暗纹的香囊碎片，跟暗香有关。这个组织连出家人都不放过。你出家10年，以为躲过了，但他们还是找到了你。他们不会让任何一个知情人活着，一个都不会。等等，第3次了。这马不对劲。马没问题，你有问题。你上身太僵，腰不肯松，手上使劲拽生绳，马当然不听你的。我以前骑马不是这样的。你以前骑的是侯府里的温刃马，北疆的马不认世子，只认骑手。看好了，腰要沉，胯要松，缰绳虚握，用腿控方向。再上。你能不能别这么面无表情的看我摔，好歹给点反应。你摔了我会扶你。那倒不用，但你至少叹口气也行啊。叹气浪费体力。但你至少叹口气也行啊。叹气浪费体力。该死！你太要面子了。什么？你怕摔，所以全身紧磨。你紧磨，所以马不安。你越不安越要控制，越控制越容易摔。根本原因是你放不下那个世子不能出丑的执念。我只是不想在这么多人面前丢人。这里没有世子，只有裴慈林。你摔了，没人笑话你。你不敢上马，才真丢人。好像稳了一点。继续跑，别停。比刚才强。夸我呢？陈述事实。苏昭月，你为什么从军？你一个姑娘家，在北间军营里待了这么多年，你爹是镇北将军不假，可将军的女儿也不一定非要上阵杀敌。我娘死在胡人入寇那年，她带着我逃难，跑了1天1夜，跑到河边，被追上来的凶兵一箭射穿了胸口。她把我推进河里，自己没跑。她把我推进河里，自己没跑。你那时候多大？7岁。我顺水漂了3里，被赤搜捡起来送回军营。我爹抱着我哭了1夜，第2天照样上制枪法。他说把胡人挡在关外。所以你拼命练武，冲在最前面，不是因为喜欢施法。因为我不想让别的7岁女孩没了娘。
你从来不说这些。没什么好说的。我来北京的理由，我娘娘那命不能白丢。我呢？我的理由是什么？你还没找到。你来北京是因为你爹把你赶出来的，不是为了你自己。你练枪是因为不得不练，你甚至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拼命活着。我知道，我要立功回去，给我二弟一个交代，给灵玉，给沈灵玉一个交代。给别人的交代，不是你自己的。你什么时候能回答我为什么要活着这个问题？你骑马就不会再摔了。这跟骑马有什么关系？你连自己为什么跑都不知道，马当然不听你的。我为什么活着？我为什么活着？也许先活着。我为什么活着？也许先活着，再找答案。这碎片从哪儿来的？云隐寺慧明和尚昨晚园艺了，我验过尸体，慢性中毒，跟孙福一样。他的香炉里混了这种香囊碎片。这暗纹很讲究，像是官宦人家的绣样。我查过郑怀远案的证物清单，灭门案的现场勘验记录中有一条被人划了线，但没有态图，也没有详细描述。后来这条证物就消失了，证物库里找不到。你的意思是，当年的凶手里有人掉了这个香囊，然后被人从证物中抹掉了？对，10年前灭门现场的香囊，暗纹一模一样，同一种绣饰，同一个出处，那就不是巧合了。暗香这个名字本身就带着香囊所阳处的意思，或者更准确的说，用香囊做凭，只有组织里的人才佩戴这种暗纹的香囊。花香囊上的花，暗香的花，全对上了。这是一个存在了至少10年的组织，成员佩戴暗纹性香囊为号，能灭门朝廷侍郎，操控刑案审判，渗透太医院药局，操控刑案审判，渗透太医院药局，勾录外族系谱。这到底是什么来头？我在查，但我现在需要一样东西，当年那宗案子的证物清单原文。大理寺的存赃被人动过手脚，我需要从刑部的存赃里找对照。刑部的存档，那可是6部重地，我找殿下帮忙。欢儿，身子怎么样？还吐不吐？回祖母，好些了。大夫说3个月以后就会稳当。好好养着，这是侯府的大喜事。你娘今天又送了什么来？送了只老山参，给欢儿炖汤补身子。二房倒是阔绰，都是给欢儿补身子的，不算阔绰。相公，今天家宴上，我听到了头爷的心声。什么？他在想暗香，20年了，还以为那东西早就没了。他当时在看窗外，神色很不对劲。那句话只在他心里闪了一下，立刻就被他压下去了。如果我不是正好坐在他3丈之内，根本听到。大伯在侯府20多年，他怎么会知道暗香？除非大伯在侯府20多年，他怎么会知道暗香？除非威远侯府本身就跟暗香有渊源。我去问老夫人，大伯那边不好直接问，他性格刚悍，未必肯说。但老夫人年纪大了，又知道我是大理寺的人，如果有事瞒着，或许会想交代出来。要快，那个组织已经开始灭口了。如果老夫人知道些什么，她可能也不安全。伤好点没？皮外伤，死不了。你能不能别每次都死不了？上次你说这话的时候，箭头还插在肉里。那你怎么不说你自己？上回夜袭，你一个人冲进敌营，回来的时候甲上上3个窟窿，还嘴硬说没事。那不一样。哪里不一样？你受伤了，我不放心。我不需要你放心，我自己能照顾自己。我知道，但我想照顾你。帮我包扎，我自己一只手够不着后背。你在想什么？在想我以前真是个混蛋。你是。在想我以前真是个混蛋。你是。你能不能给我留点面子？面子要自己个挣。你在京城那10几年像个人了。等打完这仗，我有些话想跟你说。先活着再说。你在沈林欢的安胎药里动手脚，谁给你的胆子？母亲，我没有，我只是让张婆子添了一味补药。补药？当州活血，头3个月的孕妇吃了，轻则叫红，重则滑胎。母亲，我真的不知道当归不能吃。不知道？你沈家也是官宦出身，你从小读的什么书？女诫里写的是让你害人吗？沈凌月，我念你初犯，又是世子的人，不送你去官府，
但从今天起，你的院子再加一道锁，不许出二门。每日饭食由我身边的人送，你的丫鬟全部换掉。什么时候世子回来了，什么时候再说。母亲，别叫我母亲，你没有资格。又失败了。前世我在裴慈身边，虽然没孩子，但至少没人锁我的门。这一世，至少没人锁我的门。这一世，我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？不，还没完。只要世子回来，只要他回来，他就会替我说话，他一定会。暗星到前朝旧部起家，数十年渗透朝，成员皆配暗纹香囊，上可操控刑案，渗透太医院，下可勾连外族系变，势力盘根错节。郑怀远灭门，祖父密报无果，如今轮到我来查。赵文焕是九皇子案执行者已在押，陈敬堂已死，王崇礼是当朝正三品户部庶郎，这名单藏在夹层至少10年，知情人不敢公开，只能藏在最不起眼的地方。王崇礼，正三品户部庶郎，一个在朝堂上坐着的人，是暗香的成员。暗香不是一个人一伙人，它是一张网，你碰一根丝，整张网都会收里来。冰层之下必有隐情，便从这处破绽入手。王崇礼，我倒要查清你背后遮掩的全部事情，九皇子李成禄体弱，却宫中耳目众多，这名单需皇子来查，非我七品推官能办。沈万金每年往郑家的庆恩堂输3万两白银，连送5年，这根本不是盐商利润，是在给暗查当钱袋子。还有更邪的，城东瑞丰号药铺明面上是郑家的产业，3年进了乌头、砒霜、钩纹近100斤，全是剧毒药材，远超正常药用剂量。之前5名官员暴毙，全是慢性毒发，和赵文焕给九皇子下毒的路数一模一样。瑞丰号配药，陆平跑腿动手，郑明远在背后张宝，整条线串起来了。监察御史林从简后天从沧州走水路进京，手里攥着3地制售底册，让陆平动手做成疾病暴毙的样子。20年的布局不小于他手里。身子有些乏了，先回府歇息。来人对我院里作息了如支掌。我回来时人已经走了，没留下新音。侯府里一定有内鬼。这是警告，不光警告我，也冲着你来。今天娘还说，爹的3间铺子被户部以偷税的名义查封了。管事的小易是郑明远的远亲，他这是逼你停手。他越逼我越要查。楼平现在藏在东市悦来客栈，我明天就跟着他，看他去哪取药跟谁接头。不把这条毒线掐断，下一个报狱的就是林御史。掌柜的，方才那位徽山客官买的什么好药？看着包装精致，我也给家里人带一份。就是寻常跌打药，没什么稀罕的。跌打药用木匣子装，乌头砒霜配出来的东西，可不叫跌打药。查清楚了，瑞丰号明面上的东家是钱大有，实际出资人是郑家的德昌行，铺子里的毒药全由陆平暗宣领取，专门替郑明远办脏活。光有这个定不了郑明远的罪，他大可以推说不知心。林御史那边才是关键，他手里的付费底稿直接决府迁出郑明远的贪腐了。你打算怎么救？找大皇子，水路沿途都是郑明远的人，硬保保不住，得改道。周猛带30禁军，提前1天去武清接应，让林从简弃船走陆渡进京。驿馆那边呢？郑明远肯定早把钉子钉进去了。我要您的司令亲自进驻察院驿馆清内监，林御史进京第1站就住那儿，绝不能出岔子。活着把人带进来，郑明远敢劫杀朝廷命官，这把火已经烧到脚面了。你自称原籍保定府，那你且讲讲，保定府名气最盛的酒楼是哪一家？此毒眼花禁闻，先前瑞丰商号查获的毒物正是同种。郑怀远料定林大人会在此歇腿，早早安插人手暗藏杀机，把人带下去严加看管，严防其吞药自尽。
就几块碎银，1张路线图，还有半张烧焦的纸，陆平是沧州陆家庄人，他替郑明远杀了5年人，每一笔账都记着。这本账就是他的保命符，藏在老家地窖里。立刻去沧州取。不急，郑明远杀陆平灭口，就是怕账本落我手里，我偏要让他以为账本已经在我手上了。明天我去百汇楼放消息，就说陆平的账本已经截获，锁在大理寺政务房里。郑明远做贼心虚，一定会派人来偷来毁。假纸本当诱饵，引蛇出洞。对，他派来的人就是连接郑明远和杀人案的活证据。抓到人，我们再顺藤摸瓜去沧州取真账本。到时候人证物证俱在，他国舅的身份也保不住他。政务房的伏兵我来安排。你说的这个人好像是往突州那个方向走了。突州，他已经走水路了，追不上。追不上他，就堵他。林从简如果走水路，最后一站是出州码头，陆平必定在突州或更近的地方设防。我回京城布防码头。异色进城关卡，他总要在其中一个地方动手。追到了吗？没追上，陆平已经走水路往通州方向去了。殿下，周猛的人到了吗？昨晚就出发了，现在应该已经到舞厅。好，但我不放心。陆平此人狡猾，他可能不走五溃那条路，而是等林从简进了京城再动手。在京城动手，他疯了。城外不好下手，他可能换个思路混进驿馆。林从简进京后必先驻驻督察院驿馆，驿馆人多眼杂，下毒反而更容易。我安排抓禁军在驿馆外围巡逻，但驿馆里面的人为难，里面的人我来安排。殿下，给我督察院的令牌。这是我的司令，在禁军和督察院都认，你拿着。多谢殿下。裴慈敬，我再说一次，活着回来。上次也说了这句，我回来了。上次你左臂挂了残。这次争取全虚全尾，殿下放心，我还没吃够我娘子的饭呢，舍不得死。我是大理寺推官裴慈敬，奉命督察驿馆安全。近日有一位监察御史林从讲入京入住，你把驿馆的伙夫、杂事、仆从名册都给我看。裴大人，这为难。督察院的令牌不够吗？这个叫赵四的杂役，什么时候来的？3天前说是老乡介绍来的，手脚勤快，就留了。3天前，老乡叫什么？姓吴吧，记不清了。3天前进来的，手脚勤快，来得正好。应该在厨房帮忙。带我去。从哪儿来的？河北保定府。保定。那你说说，保定城里最大的酒楼叫什么？我住在乡下，不常进城。不常进城，你一个顶定乡下去，怎么跑到京城驿馆来干活？3天前，正好是陆平离开客栈的同一天。你认识陆平？我不认识什么陆平。那就好，既然不认识，你不会介意跟我去一趟大理寺喝杯茶？果然有问题，绑了。
7日散跟瑞丰号配的是同一种毒药。赵四，你打算把这东西下在谁的？不说也行，等林大人安全到了，你的嘴自然有人帮你撬开。林大人，末将奉命护奉您入京。奉谁的命？大皇子殿下。大皇子？大皇子殿下。大皇子？他怎么知道我要来？大人，此地不宜久留，我们走陆路入京。我本就该走水路。水路有人等着杀秦，陆平，郑明远的杀手。好，走。林大人，一路辛苦。你就是裴慈敬，大皇子说你救了我的命。不敢，只是提前查到了郑明远要对您下手，做了些防备。郑明远，我这次进京就是要参他的。我知道，林大人，您手里的税错底册，你看看这个。沧州、青州、冀州3年间利税抠空，合计120万两，不止。这只是冰山一角。我查到的线索显示，这只是冰山一角。我查到的线索显示，利税抠空牵绳的不仅是郑明远，还有户部2名侍郎、兵部1名主事，以及漕运总督马兴平。马兴平与郑明远是连牵，这不是一个人能干的事，这是一张网。这些证据只有呈给陛下，才能人根拔起。但要扳倒郑明远，光靠涉税和毒杀案不够。为什么？毒杀案证据链还差最关键的一环，我需要更直接的证据。陆平的账本。陆平的账本在哪儿？这就是问题。陆平已经……大人，陆平的尸体找到了，在哪儿？通州下游3里龙尾荡，喉咙被割，死亡至少2天，身上搜出来的东西就这些。这张纸，账本，地窖，账本在沧州。你怎么知道是他老家？他是沧州陆家庄人，账本藏在老家地窖里。那赶紧去取！不行，沧州是郑明远的地址，蓦然去取打草惊蛇，而且我不确定这只是他留的，还是有人故意。你的意思是，陆平被灭口了？杀他的人或许想用账本当诱饵，我需要换一种方式。账本是郑明远最大的软肋，他杀陆平灭口，说明他怕账本被找到。那如果我让他以为账本已经被找到了呢？你的意思是放假消息？对，放出消息说账本已被大理寺截获。郑明远一定会派人来偷来销毁，只要他在驿坎或政务房动手，我就抓他个现行。劫持人赃并获，他再想抵赖也没用。可是你的账本并没有真的拿到手。不需要真的拿到，我只需要让他以为我拿到了。只要他慌了，他一定会动，他一动我就有证据。你这招够险。险，但有效。而且我还有一条路，万一设局不成，我亲自去漳州取。你需要我做什么？你需要我做什么？您只管安全住着，易税底册千万保管好。又在做衣裳。孩子还有2个多月就生了，多做几件，总不能光着来吧？焕儿，陆平死了，被人灭口。你要去沧州取？不，我打算设局放光消息，引郑家来偷。这招好，但你确定郑家会信？账本是他心头大患，他不敢赌真假。不会是郑明远本人，他不会冒险。政府有几个管事？3个，大管事郑福年老，2管事钱贵不善夜行，3管事周德。周德30出头，精明干干，郑明远最信任他。我听说他替郑明远办过不少。如果郑明远要派人
十有八九是周德。对，你重点防他。好。欢儿，等这事儿了了，我带你出去走走。你说的，我想去城西的桃花溪。听说春天的桃花特别好看。好，等案子结了就去。欢儿，谢谢你每次都帮我想，不是拦我。我拦不住你，不如帮你把路铺平，你走你的路，摔了有人扶。来，今日我请，跟诸位说个好消息，陆平的账本找到了。账本？什么账本？就是那个毒杀案啊！陆平替人办了5年脏活，每笔账都记得清清楚楚。我前天在通州截获的，厚一本，谁出引几日下毒，全在上面。你运气也太好了，这账本一出来，上面那位怕是要坐不住了。嘘，这事儿还不能声张。账本暂时锁在大理寺政务房。什么要是真的，就是你说的那个吧？反正这事儿要是成了，咱们都能跟着喝口汤。鱼儿丢下去了，等着上钩。你确定消息能传到郑家？那2个人是政府的外围耳目，百味楼是郑家的地盘，他们天天在这儿盯着，不到半天，郑明远就会知道。裴大人，都2个时辰了，来不来啊？等，腿都蹲麻了。麻也等，站不起来就去脂房坐。嘘，动手。你以为你跑得掉吗？周德，别挣扎了。裴慈京，你设的局不错。酒楼的消息是假的，账本不在这里。昨天才放的消息，你今天就动手，郑明远得多怕这本账本，才让你连夜来偷。你替他卖命多少年了？你觉得值吗？杀了陆平灭口，现在又让你来偷账本，你被抓住了，他可不会来救你。裴推官，你不用跟我玩心理战。不是心理战，是事实。你被抓，他第一件事不是捞你，你又不是不知道他的作风。带到职房去，给他一杯热茶，让他好好想想。周德，我有3个问题，搭一个松一根绳子，3个都搭了，我保你一条命。你觉得我会信你？信不信由你。你觉得我会信你？信不信由你。但你除了跟我谈，还有别的出路吗？郑明远会来救你吗？账本在哪儿？沧州陆家庄陆平老周德的地窖里。地窖入口呢？厨房灶台底下，搬开第3块地堡，有个铁环，拉开就是。第2个问题，郑明远一共杀了多少人？我经手的5个，我没经手的不知道。第3个问题，谁下的命令？你深知故问，我要你亲口说。郑明远，每次都是他亲自吩咐，他写条子，我跑腿，条子看完就烧，从不留痕。条子烧了，条子看完就烧，从不留痕。条子烧了，账本可没烧。
陆平那个蠢货居然把每一笔都记下来了。你劝过他别记账，确认？劝了，他不听，说账本是他的保命符。结果呢，保了个屁，命没了，账本在地窖里落灰。沈兄，你把他的口骨记下来，让他画押。好。周德，我说话算话，你画了押，我保你一条命。之后你配合指证郑明远，我帮你求几个从轻发落。裴推官，你就不怕郑明远报复？怕，但比起怕他，我更怕让这种人继续逍遥法外。你怎么还没睡？等你。抓到了，是政府三管事周德。他招了，账本在沧州陆平老宅地窖厨房灶台底下第3块地砖。太好了！厨房灶台底下第3块地砖。太好了！你打算什么时候去取？明天一早找江大人汇报。沧州那边我要亲自去。你亲自去？贺本是整件事的关键，交给别人我不放心。可是你去了沧州，这边……你在家安心等我，快的话4、5天就回来。你答应我，注意安全。我答应你。孩子今天乖不乖？扭了我3九。像我精力旺盛。你少往自己脸上贴金。等这些事儿都了了，我想跟你好好过日子，不用再查案担惊受怕，就咱们一家3口平平淡淡的。是指你继续查案，我帮你分析，孩子跟着东奔西跑？好像是这么回事。那就好，平淡不平淡的不重要，只要咱们在一起就行。以上便是下官查到的全部证据。郑郎远利用陆平暗杀反对他的官员，手段是投毒，毒药来自郑家名下的瑞丰号。陆平已死，但他的个本藏在沧州老宅地窖。这是郑明远亲自下令杀人的直接证据，下官请求亲去取回，呈交陛下。裴此敬，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？下官知道，扳倒郑明远就是跟皇后、跟半个朝堂作对，或出了岔子，你我都得搭进去。你我这点品级，在国舅面前不够看，所以下官才来请大人定断。你设局的计划详细说说。已在百味楼放番消息，昨夜霍府管事周德，接下来借周德招供的风声，引郑明远动起来，顺藤挖整条线。你这是要引蛇出洞？是，但这一步风险极大，若他狗急跳墙，可能对你的家人下手。下官已经做了防备。下官已经做了防备。你去做，出了事我担着。我在这位置做了15年，看够了郑明远这种富。臣属立誓，下官领命。15年了，终于有人动手了。翠萍，夫人，见红了，叫产婆，叫大夫，叫裴子敬回来。夫人，这才7个多月，我知道，快去！宝宝，你再等等，再等等好不好？裴大人，府上来人报信，夫人见红了，怕是要愁产。吃瓜事件触发，紧急生产，吃瓜点数加50。这时候给我加什么点？紧急生产，吃瓜点数加50。这时候给我加什么点？先把心灵圣手的时长拉满。心灵圣手已激活，持续时间2个时辰。神灵环，一定要撑住。
胎位不正，孩子横着呢，这怕是难产。不管怎样，孩子要保住。夫人，您别说了，省着力气。老身接生30年，这种情况怕是要出人命。男人不能进产房。我是他夫君，也是大夫，让开。你回来的倒是快。别说废话，我探一下脉。脐带绕颈1周，胎位偏了，让他左侧卧，我施针正胎。这从没听过这样的法子。你想保一大一小，还是都不保？你想保一大一小，还是都不保？忍一忍，胎位正在转了，你感觉到了吗？感觉到了，像有什么在动。那就是孩子在调整位置，再坚持一下。你当初说我身子不易受孕，好不容易有了。不会有事的，我答应你。翠萍，把那碗红枣参汤端来。是，大人，参汤在灶上温着呢，我去端。你怎么出来的？祖母丧妻府里乱，谁还管我进不进族？我懂药理，能搭把手。喝了不解气。夫人，听老身指挥，用力！这都进去快2个时辰了，怎么还没动静？你别转了，我头晕。你儿子在里面，你坐得住？哎，坐不住也得坐着。你儿子在里面，你坐得住？哎，坐不住也得坐着。添乱有什么用？我带了参汤和止血药、针轮铲，这些能保命。大嫂，谢谢你。别怕，慈静在里面，她医术好。我知道，可他毕竟只是个推官，不是太医。他是杏林圣手，我信他，深信不疑。还差一点，还差一点，夫人再加把劲儿。我没力气了。看着我，你是我见过最厉害的人，你嫁给我的时候都没怕过，现在也不许怕。来，最后一遍，握着我的手，用力。生了，生了，是个公子啊！让我看看他。他好小，他好小。他很好，十指齐全，哭声洪亮，像他娘一样嗓门大。你才嗓门大。叫什么名字好？你不是早就想好了吗？我都听到你心里念好几遍了。你心里念的那么大声，不需要他心通也听得到。裴之安，知道安宁来之不易，希望他一生平安。裴之安，你好呀，我是你娘。我争的到底是什么？二小姐，您没事吧？没事，你退开些，不用看着我了，我不会跑的。前世嫁裴慈静，可从没走进他的心，换来空壳婚姻。这一世抢裴瞻前，错了，从开始就错，不是嫁错人，做妾算计姐姐，换来什么？做妾算计姐姐，换来什么？禁足、厌恶、摊牌。郑明远，你还有何话可说？臣知罪。臣等知罪。裴慈静查案有功，擢升大理司少卿。臣谢陛下。
娘子，案子结了。我知道，宫里来人传旨了。志安，爹给你挣下前程了。生了少卿，以后更忙了。再忙也回家吃饭。答应你的桃花溪，下个月就去。孩子才3个月，哪能去那么远？那就等他满周岁，1年不行就2年，2年不行就10年，反正这辈子我有的是时间陪你去。